宝可梦的长相和身高严重不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女斗王看着这么威武霸气，怎么也得有个1.8米吧？然而他的实际身高只有1.4米，跟个10岁的小孩子差不多。我们印象中的大臂鸟能够载人飞行，照理说应该会比叉子蝠、猫头夜鹰这种看上去不能做人的宝可梦个头要大吧？结果大臂鸟是他们之中体型最小的。如果让你给摩鲁鹅、甲贺人蛙、暴飞龙按身高的高矮排个序，你会怎么排呢？在珠子发售之前，除了宝可梦手办党，可能大部分人对宝可梦的体型大小并未太过在意。宝可梦长得是高是矮，大家多半是以他们在动画中的样子为标准，或者是基于现实中的动物体型去推测。比如看到泥斗王、暴飞龙、铁荆棘这种长相凶猛、很像怪兽的宝可梦，可能会下意识觉得它们很高大；看到路边的摩鲁鹅、叉子蝠，会理所应当的认为它们就跟飞蛾、蝙蝠一样，只有巴掌大小。但直到珠子首次规范宝可梦的体型，并在游戏中展现，大家才开始惊觉，原来很多宝可梦的体型大小都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上面提到的摩鲁鹅、甲贺人蛙、暴飞龙，它们的身高其实都是1.5米。你绝对想不到叉子蝠竟和圈圈熊一样高达1.8米。我把这些很容易让人误判它们身高的宝可梦大致分为了3类。第一类就是容易被低估的宠系宝可梦，如果大家以现实中的昆虫大小去衡量它们的体型的话，真的很容易被打脸。比如地猪霸就高达1.8米，并且它这个1.8米还是趴在地上的身高。要知道1.8米的人类和1.8米的虫子给人的压迫感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我在珠子中碰见地猪霸时真的有被吓一跳。其次就是火神鹅和摩鲁鹅这两只扑棱蛾子，一个1.6米，一个1.5米，很难想象它俩竟然比龙卷云、体波锦要大上许多。大家玩珠子时应该能感受到它俩在大世界中看着要比很多飞禽走兽都显眼。还有就是我在玩宝可梦随楼拍时发现的暗瓢虫，它在夜间会抱着树干睡觉，这本是一幅很惬意的画面，但是它这个个头吧，实在是让我很出戏。一查资料，区区瓢虫仅有1.4米，跟个小孩子差不多了，并且你很难想象暗瓢虫竟然和肯泰罗、女斗王、龙龙眼一样高。也不知道 GF 的设计师当年是不是随便填写的数据，同为瓢虫宝可梦的尤鲁普就只有0.4米，感觉就合理很多。再来就是容易被高估的人形宝可梦，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四肢和行为习惯太像人类了，训练家很容易把他们视为朋友和搭档，会不自觉地认为他们和自己的身高应该差不多，但实际上他们普遍都很矮小，像是闪焰王牌1.4米，铁舞者1.4米，铁人美后1.2米，卢卡利欧1.2米。你以为他们是守护你的英勇骑士，实际上是一群幼儿园的小土豆。相反，有些被我们当作小宠物看待的宝可梦反而长得很高大，比如哥大鸭就有1.7米。如果不看图鉴的话，很难想象哥大鸭竟和喷火龙、烈焰马一样高。再比如耿鬼，大家印象中的他就是个小恶魔，但实际上他却是个身高1.5米的大胖小子，浑身上下都有一种反差萌，就像雷蛇和宝可梦联名的耿鬼款头戴式耳机一样。耿鬼同款的小恶魔尖角，显面却又俏皮可爱，幻彩灯光特效，氛围感满满，混合面料加人造皮革软垫，不闷不热不压耳不夹头，长时间佩戴也不会感到不适。7.1虚拟环绕声，高音通透，低音澎湃，尽享纯粹音乐。耳机麦克风双降噪，让语音输入输出都清晰可辨。这样一款宝可梦正版授权联名的耳机，音质降噪、颜值大品牌全都有啦！训练家们别再犹豫，赶紧来收服它吧！最后就是误判身高的重灾区，怪兽类宝可梦。那些外形近似怪兽恐龙，或者是基于大型野生动物设计的宝可梦，我们同样很容易高估它们的身高。比如盾甲，你以为它是一头大象吗？其实它是一只轮胎，身高只有1.1米，还没有海地鼠高，这是可以说的吗？你以为七夕星鸟能够载人飞行就一定很高大吗？其实它也只有1.1米，就它这身板驮得了莉莉爱，不一定驮得了你。再比如东石庙，看着就挺重量级的，其实它只有1米，和仙子伊布一样高，难怪当初会被网友调侃成胖伊布。再比如电龙1.4米，暴飞龙1.5米，铁荆棘1.6米，他们似乎都要比我们想象中矮上不少。更要命的是，他们在游戏中看上去还要更小，可能是珠子的游戏景深拉得太远，大部分时候又是俯视角，很多在设定上明明还算高大的宝可梦，在游戏中看上去体型都偏小。比如热带龙足足有2米高，都跟家里的冰箱差不多了，但在游戏中它看上去就跟路边的小猫小狗一样，一点大型野兽的压迫感都没有。而那些小猫小狗宝可梦更是小的跟老鼠蚂蚱一样，非常费眼睛。尤其是神兽，我总觉得他们在游戏里跟很多普通宝可梦拉不开差距，一点神兽的气场都没有。那些同人画师笔下的神兽反而更有神的威严。说来也奇怪，阿尔宙斯为了适配人球的玩法，把宝可梦的体型都调大了1号。珠子严格按照设定来规范宝可梦的体型，反而让人觉得很违和。好在珠子引入了体型系统，让除开神兽幻兽外的所有宝可梦都有了9种不同大小的体型，所以追求体型和外形的适配就成了现在培养宝可梦的新方向。比如利尔卢莎、班吉拉斯、暴飞龙、喷火龙，当然是体型越大看着越霸气，他们要是比训练家还矮就会非常违和。
相反，皮卡丘、伊布这种适合抱在怀里的小宠物，选择中等偏小的体型可能会更加可爱，太大了反而有点恐怖。现在我抓宝可梦对体型的要求会比闪光和阵仗更高，万一后世代的宝可梦上线了乘骑系统，同一种宝可梦会不会个头大的可以乘骑，个头小的就只能跟随呢？个人觉得宝可梦的体型差异是一个非常值得深耕的点。假如有朝一日杰夫能依据宝可梦不同的体型做出不同的生态和行为的话，应该会很有意思吧？大家觉得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还请点个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那么下期再见，拜拜。